今天咱们修一台电风扇，它的问题呢是电机不转了，风扇没有任何反应。通完电去之后呢，我们测试一下，看一下这个1档、2档、3档都是没有任何反应的，感觉就是跟不通电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找个东西拨一下这个风扇，看一下还是比较轻的，看转动是比较轻。然后呢，它这个风扇就是不转。现在呢，我们把它拆开来检查一下。拆开以后呢，我们第一步先检查一下这个电源线，看它还通不通。我们首先把这个绝缘保护套，我们先给它转开。然后呢，这2条线我们分别都要测量一下。这一条是导通的，这一条也可以导通，这个电源线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我们再检查一下这个定时器，看它有没有问题啊。这定时器呢，它也是一个总开关，我们看一下，现在是打开的状态，看一下这个内部接触点它是结合在一起的。然后呢，我们测量一下，看它能不能导通。如果不导通啊，就是这个定时器坏了。它也是没问题的，可以导通。然后呢，像这种情况啊，我们先看一下，这2个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电源线和定时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然后上面这个开关，这个档位开关，它一般是没有问题的。它如果坏的情况下，不可能这3个档同时坏，是吧？像这种情况呢，一般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忽略掉，它是没问题的。像这种情况，电风扇不通电，电机不转，这种情况一般的都是这个电机坏了，或者呢是电机上面的电容有问题了。现在呢，我们先把上边这部分给它拆开，来检查一下电容，看有没有问题。这个上面呢就一圈，就这几个卡扣，把卡扣抠开之后啊，这个后盖就掉了。然后呢，我们检查一下上面这个电容，像电风扇的电机不转，大部分啊都是电机的问题。其实这电容坏的是比较少的。然后我们拨出线头来测量一下，估计啊，这个电风扇呢也是电机坏了，电容一般都坏的很少。我们给它先短接一下，放一下电，然后呢，我们再测量。我们看这个容量是854纳法，这个容量是不足的。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电容上面的标称是一个1.2微发的，看一下1.2，这个容量是不足的。我们换个电容来试一下，这样是最简单的测试方法。好，现在呢，我接上去这个电容，这个也是个1.2微发的。好，我们现在呢就开始通电。通上电去之后呢，我们看一下1档，它并没有转；2档它也不转；3档也是不转的。它这问题呢就是电机坏了。现在呢我已经换了一个电机上去了，这是个纯铜电机，然后呢前后也带轴承。现在呢我们开机来看一下，开了电扇来看一下，看已经转了是吧？没问题了。好了，视频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万用表还有2个隐藏的功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第一个功能呢，就是它可以快速的检测出线路的断点，这个线不通电了，断了，我们用这个功能啊，就可以快速的查找出到底是什么位置断掉了。第二个功能呢，我们也可以用它来快速的检测电线哪条线是火线，哪条线是零线。这2个功能非常好用，就连一些老电工啊，把这个腕表都用坏了，他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用的2个功能，还在那儿傻傻的用这种测电笔来测，你说多不好用吧？我们来看，首先呢，我们在检测的时候，把腕表我们把它先调到20伏的交流的档位，然后呢，我们来看检测零线火线的时候，我们来看，我们把任意一个表笔把它插在这个孔里面，你来看，这个显示7.20伏，然后这个显示1点多伏，那么这个显示电压高的它就是火线，然后电压低的这个就是零线。这个呢就是快速判断火线零线的方法。第二个呢就是如何用它来快速的查找断点。我们首先呢把这腕表给它先调到风鸣档，调好以后，然后呢我们来看，首先呢把这个电线拿出来，很多人呢都是用它来测量通断都会测，查找断点都不会了。你来看，检测的时候腕表风鸣器不响，就说明这个线是断的。断了以后呢，我们就开始用它来检测断点，查找断点。首先我们把这个线给它先接在
空开上面，或者是接在插排上面都行。这个线呢，一定要把它接在火线上面。接上了以后，然后呢，我们打开空开上面这个开关，接下来把温阳表我们给它调到交流20伏的单位。调好以后，我们把它放在这边。接下来，我们把这黑色的表笔给它缠在手上面，大概缠个6、7圈，5、6圈也行。缠完以后，接下来你来看，我们用这个红色的表笔，这样呢就可以来检测，这样呢可以检测到一个感应电。你来看，现在是有个0.7伏的感应电，我们顺着这个线往下面走，假如走到一个位置以后，这个电压突然降低了，就说明断点就在这个位置。我们来看到这边。突然变成，你来看，突然变成0.6了。到这儿呢，你看是0.7、0.79，到这儿直接0.6，那么就说明啊，这个断点就在这个位置。我们来看一下，断点就这么简单，就精确的查找出来了，是吧？这个方法非常实用啊，把它分享给你，感谢大家观看。很多人呢都不会用温表查找线路的断点，这条线具体断在什么地方了，怎么找？很多人呢都不会，只会用温表来测量线路的通断。那么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快速查找断点的一个方法。我们来看，首先呢，我们先把温表给它先调到风明档，然后呢，我们来测量一个电线。我们先来看一下，测量通断都是比较容易的。你来看，我们测这个电线的时候呢，蜂鸣器不响，就说明这个线是断的。它断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就可以用它来测量，来快速的查找它的断点在什么地方。首先呢，我们需要找一个空开，然后呢把它接在这个空开上面，或者是接在插座上面也可以。我们把它接在这个火线上面，然后呢我们把空开打开，先用磁电米来测一下。你来看，这个呢就是个火线。这样准备好以后，然后呢我们把温表查找断点的时候，把温表给它先调到交流20伏的单位。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黑色的表笔在手指上面，我们给它缠个5、6圈、6、7圈。这样缠完了以后，然后我们用这个红色的表笔就可以检测到它的感应电。你来看，是有个0.7伏的感应电。我们顺着这个感应电往下面走，我们来看一下表上面的变化。如果突然这个感应电突然变低了，就说明断点就在这个位置。我们顺着往下走，你来看，现在还是0.6多。我们来看，往下走，顺着走，你看到这儿突然，我们看突然变成0.3了，是吧？然后往前走，这边是0.5，到这儿突然降低了，那就说明啊，它这个断点就在这个位置。我们来看，这样一拔就断了。这个查找断点的方法非常容易，是不是？把它分享给你，感谢大家观看。电饭锅坏了以后，千万不要当做废品给卖掉了。其实这个里面还有个值钱的宝贝，就是这个小铝片，它还有2个隐藏的功能，就连收废品的人啊，他都不知道。这2个功能呢特别实用。你来看，这是一个220伏40瓦的，这是一个保温片，它有一个恒温的功能，在生活当中啊非常实用。其实呢它有2个隐藏的功能，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呢，我们把这个保温片给它拆出来以后，然后呢我们给它先接上2条电源线。上面就这2条线，一个上面呢给它接1条线，就这样接完以后，然后给大家先分享一下它的第一个妙用啊，无论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都特别实用。你来看，就这样给它接好了以后，然后呢我们先用个电工胶带给它先缠一下，做个绝缘，这个绝缘一定要做好。做好了之后，然后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第一个妙用。我们呢在使用的时候啊，首先我们先把这个保温片给它先找个东西固定一下，就找一个铁的东西，然后这个上面正好有个固定螺丝的位置，我们给它拧上1条螺丝，给它先做个支架固定起来。它的第一个功能呢，就是啊，用它可以快速的修好家里坏掉的这些 LED 灯。这些灯坏了以后呢，我们拆灯珠用电烙铁是根本没办法拆的，这样呢，我们用它就可以来代替焊台使用了。因为这个保温片它有个恒温的功能，所以说啊，在拆灯珠的时候啊，无论怎么拆，放多长时间也不会烧坏上面的灯珠。用镊子轻轻的一夹，这个小灯珠就拿下来了。你看速度非常的快，不管是拆还是装都非常实用。你看我们拆了这些灯珠啊，还可以进行2次利用。你如果用电烙铁把它拆了以后啊，这个灯珠就坏掉了。我们修灯的时候，你看往上安装灯珠的时候，只要对准位置往上一放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它的第一个功能。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它的第二个功能。平时我们接水管的时候，特别是这种铁管
接这种塑料管的时候，那么怎么把它们两个接在一起呢？我们来看，我们把它放在这保温片上面，给它先加下温。这个保温片它有恒温的功能啊，加完热以后呢，这个水管它一点也没有烧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快速的接一起了。你来看，这个塑料管已经烫得非常软了，这样呢就可以把它塞进去了。到最后呢，我们给它再绑上个铁丝，就可以把这个水管给它接一起。怎么样呢？这个铝片有2个功能，非常好用，是吧？感谢大家观看。朋友们，大家好。像我们使用的这种充电式的锂电蛋，当我们长时间使用它干活的时候啊，用一段时间，这个电池就没有电了。我们如果把它拿去充电的情况下，就不能干活使用了。像这种情况，我们如果再买一块好点的电池的情况下，价格也不便宜。所以呢，今天视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可以把这个电钻给它改装一下，改装成是2用的，无论是用电池供电或者是外置电源供电，都可以让我们接着再用。首先咱们看一下，我这儿有3个电源，先看这个小的，这是一个12伏5安的，不建议使用这种小个的，最好呢就使用这2种都可以。这种呢是大功率开关电源，或者是从旧电脑上面拆一个电源。我这呢就是从一个旧电脑上面拆下来的，因为这个电脑就10几年前的，电脑已经坏了，所以说这个电源啊我一直在保留着。咱们先看一下它的输出电压呢，有好几组，它有一组啊输出的电压是12伏14安，咱们就用这个给它改装一下。首先呢，咱们先把电池拔掉，然后呢看一下电池上面这3个铁片，中间这个我们可以不用管它，然后主要就是看一下这2个，这个加号这儿就是正极，然后减号这儿就是负极，它相对应的这个里面呢也有2个铁片，先看一下这儿一个，这个呢就说明这儿是正极，然后它对应的负极就是这个。然后呢我们可以改装的时候可以找个这样的插簧连接根线，然后在正极这儿插上一条线，然后在负极这儿插上一条线，就可以作为这个供电的电源来使用。但是这个往上面插不好插，还容易掉。现在咱们就采用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呢把它拆开，在里面给它改装一下。拆开以后咱们在它的内部加一个电源 DC 的插头。我想把这个呢安装在这个位置，来测试一下，看一下这个内部空间够不够。装上电池以后，咱们把这个放到里面，完全没问题可以放得下。好，现在把电池拆下来，然后把这个开关总成也给它拆下来。接下来呢，就需要在这儿给它先开个槽，然后呢把这个插座给它放进去，试一下合适不合适，还行是吧？正好。然后找到电池的正负极，正负极相连接的分别是这2个点，先在负极上面焊一条黑色的线，然后在这个红色的上面焊这条线，这条红色的就是正极。然后呢就把这些配件再给它装上。接下来呢就把这2条线分别接在 DC 插座的正负极上面，最后边呢中间这个是它的正极，我们先接这个正极，然后呢接下边一个负极，这负极呢其余这2个其实都是负极，随便接上都行。然后呢把这些线往里面给它塞一下。咱们先看一下这个插头在里面还是比较牢固的，如果不牢固的情况下，就给它打点热熔胶给它固定一下。就这样基本就改好了。使用外置电源的时候呢，在这儿插个插头就可以了。然后锂电呢也可以接着再用。咱们看它们是互不干扰的，看是吧？然后呢咱们把这外壳给它装起来，咱们把这个电源拿出来，找到上面的黑色和黄色的这2条线，黑色的是它的电源负极，然后黄色的是它的12伏输出的正极。然后接下来就是还需要一条就这样的插头，这个呢把它正极接正极，负极接负极，把它连接起来。连接好以后，用胶带缠一下，做个绝缘。然后接完正极，再接另外这个负极。然后呢，把这个电源插头给它插在电钻上面。
插好以后啊，在这个最大的插头上面找到这条绿色的线，然后呢任意和一条黑色的线给它连接起来，看一下风扇就启动了是吧？这个时候呢就有电了，咱们看一下，听这个转的非常有劲是吧？当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啊，当它没有电的时候，我们去给它充电，然后呢就可以用这个外置电源给它工作来使用。当它充完电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把它再拔下来，然后把这个电池呢再装上，就可以两用了。好了，视频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Hello，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视频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如何用手机来调用高速路口上面的监控摄像头。这样呢，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就可以实时的来观看高速路上面的车辆拥堵情况。一般的出门的时候呢，一些朋友经常使用的都是这个导航软件是吧？打开软件之后呢，但是呢，它这个拥堵情况一般是不能实时观看的，它最多呢也就提示哪一节道路比较拥堵，哪一节呢比较畅通，但是呢是根本看不到路面上面的一些信息的。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就特别简单的方法，只需要呢在手机上就可以观看摄像头。首先呢，我们打开这个微信，操作起来非常简单啊。打开之后呢，我们在这儿点击这个搜索放大镜这儿，点开以后，在这儿呢，像河南的朋友可以选择这个河南高速。点开这个之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左下角这儿有个高速路况，点开，然后呢，这儿也分为两项，上面这项呢是路况信息，我们可以先点开它，来看一下哪一节道路正在施工是不能通行的，比如就这些啊，正在施工不能通行，然后呢我们就可以避免这节道路，然后呢我们再点这个高速路况，咱们点开这个下面这个语音视频，打开之后呢，我们看一下上面显示的这些密密麻麻的，这些呢都是高速路上面的监控摄像头，然后在这个画面左下角这儿分种类还有好几种啊，这儿有全部路况、道路、服务区、收费站、隧道、桥梁，其实这些我们都可以来调用上面的监控摄像头来观看的。我们现在呢就先随便打开一个摄像头来看一下。打开摄像头的速度呢是根据网速来决定的。好，打开之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高速上面车辆还是比较多的，是吧？然后呢这个画面也可以来全屏来播放。好，上面的日期呢就是现在的实时日期是2月8号17点30分，看一下这车辆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呢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另外一些监控摄像头，这些呢我们都是可以来点开它的。我们再换另外一个，看一下这个平顶山市的这一节道路呢，现在目前情况车辆是比较少的，看一下几分钟过来一辆车是吧？车辆比较少。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来选择像服务区啦、收费站啦，我们点个收费站可以来看一下这高速路口，看一下这个路况信息。我们随便来点一个义城区G4京港澳高速口，这儿呢车辆是比较少的。然后再换另外一个来看一下，这个呢这是平桥区的京港澳高速口，这儿呢高速口看着车辆并不多，然后这边呢车辆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少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服务区相对来说这些都是服务区的监控摄像头。然后就是这个隧道，来看一下隧道的摄像头比较少一点，然后还有桥梁好像就更少一点。最主要我们观看的就是这个道路上面的摄像头是吧？道路上面的是最多的，看一下非常的多是吧？给我们出行带来很多方便。如果大家呢是哪个省份的，可以搜索各自省份的公众号，然后就可以这样在手机上来观看高速上面的情况了。要是不小心拧断到锁芯里面了，不要着急，不要慌。其实啊，我们只需要用支笔就可以快速的把它给取出来。不管是什么样的锁，也不管是什么样的钥匙，它断的有多深，我们都可以轻松的把它给取出来。这个方法呢，非常的简单又好用。你来看，就是一个普通的笔。我们把这个笔啊，给它取钥匙的时候，首先呢，我们先用个打火机，我们把这个笔给它先烤一下，
给它先加热一下，就可以把这个断掉的钥匙给它取出来。你来看，先用打火机给它烤一下，给它先烤燃烧了以后，你来看，先让它燃烧了以后，然后让它先充分的燃烧。你来看，燃烧一会儿，等会儿我们把它塞到这个锁芯上面，充分燃烧以后，哎，就这样塞上去以后，然后让它慢慢的冷却。这个时候呢，手不要抖，就这样，先让它完全冷却了以后，然后呢，这个笔就会粘到这个断掉的钥匙上面，然后呢，经过这样就可以快速的把这个断掉的钥匙给它拔出来。我们先耐心的等待一下，让它完全冷却。你看，现在完全凉了。这个时候我们拔笔的时候一定要迅速。你来看，仔细瞅啊，这样一拔就出来了。你看是不是非常好用？这个方法是不是立马呢就把这个断掉的钥匙给它拔出来了？而且呢，你看这个笔粘这个钥匙粘的也非常的牢固，是吧？用这个方法非常的好用啊，把它分享给你，感谢大家观看。今天修台空调，它这个问题啊，就是一点不制冷，吹出来这个风啊，就跟自然风是一样的。现在已经开了几分钟了，还是这个样子啊。现在要去外机来检查一下，看是什么问题。外机在这个平房上面，然后上去检查一下。平房这活还是很容易上去的，好干。我们看一下外机，它是工作的，风扇是转的，然后也能听到压缩机已经运行了。然而它这个问题就是不制冷。首先先摸一下这两个管子，看一下高压管没有凉的感觉，然后低压管这个粗管是低压管，摸着也一点不凉。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低压管这儿全是油，周围这个油呢，一般的出现这情况都是漏氟了。制冷剂漏出来之后啊，它就会出现这些油，因为这个制冷剂呢在压缩机里面混合到一块儿，跑出来之后就是这些油。它的问题呢就是明显的缺氟了，就是氟缺的还是比较严重，应该氟都跑完了，所以它是出现不制冷。问题就是低压这儿漏，应该是我们先加点氟，然后检查一下，看一下是不是这儿漏。在这个加氟管这儿，我接了个压力表，我们看一下这个压力啊，现在是多少？看这个压力呢是一点没有，是吧？这氟是整个都漏完了。先加点制冷剂，然后再检查一下是不是这个位置漏氟。先排点空气，把空气排掉。然后打开房门。现在看一下这个细管、高压管，瞬间就凉了。然后呢，我们检测一下，用洗洁精就行，点洗洁精，看一下这个位置有没有气泡出来。如果有气泡出来，就证明低压管这儿漏氟、漏制冷剂。低压管是漏的，我们看一下，这有气泡出来，有气泡呢，就是证明是它漏了。我们需要给它拧紧一下，把漏给解决掉。然后再上点看一下还漏不漏，还是有点漏。这是一台变频空调，用的制冷剂是 410A， 加了8个压力。我们看一下这个电流，现在是6.45，然后摸一下这个低压管已经凉了，高压管更凉，现在就已经加好了 ，OK 了。现在这个凉风已经出来了，没问题了。今天才知道，原来在充电器上面接上一个小灯珠，居然功能这么厉害！一定要记住啊，只需要接一条线就行了。另外这边呢不用接线，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功能做什么呢？非常的强大，在生活当中，你来看，我们首先把这个插头给它插在插排上面，先给大家来演示测试一下。你来看，当把这个线头给它碰上去以后，这个指示灯它是亮的。我们用这个功能可以做什么呢？平时啊，你看家里的家电不通电了，或者是开关有没有问题，电源线有没有问题呢？我们用它就可以快速的检测这个线有没有断。你来看，这样接上去以后，这个小灯珠只要亮，就说明啊这条线它是通的。然后我们再来测量另外一条，也是通的。
只要亮就通，如果不亮就说明这个线断掉了，我们换条线就行。像平时家里的电器不通电了，也有一些情况就是开关坏了，我们用它呢也可以来检测开关的好坏。先把开关打到开的位置，然后呢来测量这两个角。你看这个灯只要亮就说明这个开关它不坏，如果不亮就说明啊这个开关坏掉了。我们用它其实还可以啊修一些家里坏掉的电水壶，包括一些其他的电器。首先我们先来测量它这个开关好坏。其实不管电水壶什么地方坏了都可以用它来检测。先把开关打开以后，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两条线就是接开关的线，我们把它接在这两条线上面，看一下灯珠。你看只要亮就说明这个开关它也是个好的，如果不亮就是坏的。而且呢像耦合器坏了以后呢也可以用这种方法，你来看这样来检测，只要这个灯珠亮，你看亮就说明耦合器上这条线是没问题的。再来测另外一条线，耦合器上这两条线只要有一条不通，电水壶就不通电，它就不能用。你看这个也是亮的，亮啊就说明耦合器是没毛病的。还有一些电水壶呢就是通电，上面的指示灯亮，但是呢就是不加热，像这种问题大部分都是加热管坏了。那么我们用这个方法也可以判断加热管的好坏。其实这个方法比王表还要好用。你来看，把它接到阀管上面，如果这个指示灯不亮，只要不亮就说明阀管坏了，如果灯亮就说明阀管没有问题。怎么样呢？这个方法非常实用，是不是？把它分享给你，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生活小技能，我们家里的大米袋或者是面袋上面这个封口，我们怎么能把它快速的拆开呢？其实呢这个方法非常简单啊，只需要1秒钟就可以把这个线给它拆开。有一些朋友啊可能会说，这还不简单吗？直接用个剪刀把这个线都给它挑开就完了，是吧？但是呢这样都挑开以后呢，上面这个线呢都坏了，没有办法2次利用了。而且呢这样挑的情况下，拆的线的速度啊也非常的慢。或者有些朋友可能会说，直接用个剪刀把这个带子给它剪开也就行了，但是呢这样剪开的速度也非常慢，而且呢这个带子啊也就坏了，不能2次再利用了。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啊，只需要1秒钟就能把这个袋儿给它拆开，非常的简单啊。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编织袋上面这个封口上面这个线啊，它一面呢我们看啊，这边一面是单线，然后呢我们再看另外一面它是双线。我们拆的时候呢要找到单面的单线的这一面，然后呢从右往左拆，是吧？这两头呢拆法不一样啊，从这边是没有办法拆的，所以说呢我们要从这边开始拆。我们首先找到这边，然后呢不要这样拉，这样拉是拉不开的。我们拆开一个块啊，就是一节，拆开这个抽出来以后，我们看啊，现在呢我们直接呢转这个就可以开了。我们看啊，看现在就开了，看是吧？像这种拆线是有口诀的，就是这个单线朝我，从右往左，这是它的口诀。只要知道口诀以后呢，拆的时候就非常的简单了。好，我们现在开始了，看到没有？这样轻轻的一拉，看到没有？一拉就拆开了，是吧？非常的容易，是不是？看到没有？然后这个线它也不会断，这个带子呢它也不会坏，都可以再2次利用，是不是？非常简单，是不是？这个袋我们呢就把它拆开了，看一下，像里面的米啊什么的都可以用了，是不是？我们把它拆的时候，拆开以后，我们再看啊，这个线呢我们看一下，拆开以后看，是不是就这样轻轻一拉就开了？这个方法呢是不是非常的好用？大家如果还有好用的方法，可以在评论区我们一起来谈一下。家里有这种废旧的电视盒或者是闲置的电视盒，千万不要当做废品给卖掉了。其实这个里面还有个非常值钱的东西，就连收废品的人啊都不知道。你如果把它当废品卖掉的话，那就太可惜了。给大家来分享一下，看一下这个东西啊到底有多好用。我们来看，首先呢我们先把后边这3条螺丝我们给它拆开，让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东西。在生活当中啊非常的实用。我们看就这样，我们把它给拆开了以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里边是有3个电路板，这2个电路板呢我们都不需要它，我们最主要呢就用这个电路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宝贝，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板上这3条螺丝我们再给它拆下来。这个功能呢就连收废品的人他都不知道，非常有用。我们看这样把它拆下来了以后，接下来
我们把这个插头给它拔掉，拔下来以后，其他的东西啊我们都不要了，我们只用这个东西。仔细来看一下，你看这个输出这边有好几条线，这个线这边呢，你看还有一个标注啊，你看上面的输出电压有一个20伏，有个14伏，还有个5伏。5伏比较常见是吗？我们不需要用它。然后呢，20伏我们也不用它，我们就用这个14伏。这14伏啊，在生活当中这个电压非常的少，想买个这样的14伏输出电压的这个板啊，根本都不好买。所以我们用它这个功能啊，最强大了。我们可以啊，给它接2条线，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啊，把这条线从这儿给它剪掉，然后呢，把这2条线给它接起来。如果有电烙铁的朋友呢，也可以啊，在这后面给它焊2条线，效果会更好。你看我在上面焊了2条线，然后呢，还给它接了2个夹子，用它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啊来看，先把上面的开关我们给它打开，然后呢，我们把它插在插排上面。我们来看一下，插上去以后呢，接下来我们用它呢，可以啊，你像家里的电瓶，你看这电瓶都是12伏的，当它没电了以后呢，很多人啊也没有电瓶充电器，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用它来给电瓶来充电就行了。14伏的电压给12伏的电瓶充电完全合适，是正合适的。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啊。